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14号星期三，又是一个周三合练的日子。今天课表是6公里的阈值。我现在 LTR 有点高啊，现在 LTR 3分27。自从最近就是上赛季结束，上赛季到一半就变成3分27了，之前是3分29。哎，是3分27还是3分26？不记得了，没关系。所以下周末的大阪半马目标3分29起跑，看看状态如何。今天来了好多人，看。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状态不错。第一名啊，第二名是差10分钟。对，第二名差10分钟。大渊先生去别府，鹿儿岛。鹿儿岛的结束马拉松。鹿儿岛的马拉松3小时02，年龄组冠军。对。年龄组第二名慢了10分钟。对。太棒了！那天太冷了，就是。所以奖品很多哎。就是刮大风下雪那天。对，下雪大风。下坡。太棒了！下一场是这周末还是2月？这周末有半马。我就准备下周的大阪半马。克劳德·布姆斯拽的。我其实的目标就是想看看跑到半马配速是什么体感。走，今天的6公里还是1秒没减，大家看看赛前的6公里吧。到最头那边太黑了，有点不敢跑都。冬天跑步注意安全。
3分31。哦。到。到。3分32，还是太冷了，跑不开。
323。到。到。到。327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这个方向逆风。到。
还到。到。3分22啊，3分32，对不起。到。还到。3分21，还做完不就完了？啊，最后一，哎呀都，今天好顶啊，怎么回事？
今天都不太敬业，后边的小伙伴们干脆就放了似的。平均3分28，可以。拉松，是。哦，今天不容易。啊，太做特别好。哎。今天不知道，可能是天太黑，生物钟没醒过来的原因吧。就是除了最后冲刺那200多米，完全不极限。但是呢，一看心率好高啊，但是也不喘，就喘不起来，就感觉是，心肺系统醒了，他想让我跑得更快一点，但是肉还没醒。再次比如早上，对，没事。但是还好，就一开始起跑的时候，我一看3分32是那个体感，我还想，哎呦，不会就一直3分32吧？但是还是这两天降温以后有风，这条路一个方向顺风，一个方向逆风。加油！看看成绩啊。6.02公里，平均配速3分28，20分50秒，哎呀，可以。就是人的进步，就是慢慢的突然发现，哎，你现在看到的，你不觉得没有很顶的成绩，是以前完全不可企及的能力。有氧效果2.2，无氧效果2.4，都是维持。训练重点是阈值，最快1公里3分20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平均心率173，最大183，哎，平均功率294，爬升5米，平均步频207。但是你们看我的步频和步幅有了进步，或者说，其实不能说进步，就有了变化，对，就是没有以前倒的那么快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有点就是在刻意的找那个发力的感觉。在刻意找吧，在不关键的时候，在刻意找发力感觉，就有时候宁肯说，可能瞬时速度没有那么快，但是到比赛的时候还是顺其自然。但是你慢慢的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不是说在模仿或者在学习，而是说我认为我的能力可以，就我能力到了，这个不太好，完全描述。步幅1.4米，垂直振幅比4.6，垂直振幅6.5厘米，触地时间166毫秒。哎，看触地时间就能看出来了。我之前的比这慢的那种10几公里、20几公里的训练还160毫秒，所以今天就是感觉肌肉有点黏。你看小朋友跟着我们练，一直在跟着我们练，特别棒，太棒了！哎。这小学生可能特别小，应该。我们看看单圈数据啊，第1公里3分30秒7，第2公里3分31秒82。第2公里完了以后有点慌，但是第2公里是有一个180度折返的，差1到2秒很正常。然后到第3公里，我一看3分23秒11，而且体感上差不多，我就发现是在逆风，我一开始都没注意。然后第4公里3分26秒89，第5公里又慢下来了，3分32秒17，第5公里又是那个180度的折返，再加上半公里的逆风，然后最后1公里3分21秒30，可以的。我们录一个训练感受。今天早晨的6公里阈值，感觉身体不是太兴奋，但是跑到了理想的情况。不错，加油！哎，小伙伴们，又冷身了4公里回家，才7点02。我们这个训练就特早，因为大家早上要不然就是有小朋友要照顾，要不然就是要上班，时间都紧张。我最近到年底，有的事情也多起来了，总要开会啊，忙一些事情啊。然后最近把我有一个域名给备案了，备案以后。回头做点在线的小东西给大家玩一玩。今天这个训练没有我想象的快，
但是呢，我很满意。正好借着这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训练和比赛。有小伙伴跟我分享说，3月份要去哪儿跑半马。我一听挺热的地方，说起跑应该挺早吧？他说对。我说晨跑的话会跑不开，会没感觉，不管是冷还是热。我们要做的是要把晨跑变成，就要把早晨的比赛变成白天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特早就得早起。所以为什么每年的大阪半马我跑得不错？那中午起跑，到中午之前已经吃了1顿半的饭了。倒不是说关键不在吃饭，在于它不是一个清晨的状态。所以有的小伙伴会面临一个问题，我其实也会面临这个问题，就是训练的时候觉得，跑到这个3分30的配速不容易呀。那比赛的时候能不能行？其实只要你这一年的训练没有大的逻辑的变化，就比方对我来说，跟去年没有大的逻辑的变化，那大概率还行。要看当时的状态和比赛的情况，但是大概率不会差太多。就跟你看我去跑全马，只要我是努力去跑的比赛，除了富士山那个是确实有地形的原因和天气的原因以外，大部分都差不太多，就是3-5分钟以内上下的差距。这个而马拉松这个事儿吧，就像昨天还是前天我说的，就是心态很重要，然后身体你也得，另一方面也得相信自己的身体的，就这一身零件你练成的这个样子，所以面对训练和比赛的状态差异，这很正常，而且正常的不能再正常。你看今天连滕康先生最后都，我不知道他是有意的就不想顶了，还是就跟我一样也尽力了。我猜他肯定也尽力了，因为能练到这个程度的小伙伴们基本都是尽力的。你看后面的田宫先生、平田先生，他们水泽先生，他们也都尽力了。就是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状态。最近大家练的都比较辛苦，这周6还有一堂，我们应该集体跑一个配速跑，之后到下周3是最后一个强度课，下周3是15个1分钟快慢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就特别合适半马之前的速度刺激。然后下周带从远方来的朋友来探探赛道，到时候大家就看看是谁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出节目，好不好？最近这风冷的把脖套都戴上了。这个脖套，好多小伙伴问我东西都货号，我真没有，因为我这脖套大概已经戴了差不多至少有5年了，是 Nike 的。这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每年原来双11比现在简单，原来双11就单纯打折，一到双11就买点东西。这脖套时间长了，外衣是新的。昨天咱们小伙伴说那套跟轻功叠在一起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这帽子是真的没货号，这个是就是恩跑团，现在已经不知道还叫不叫恩，他不换了赞助商吗？他们的那个去年的还是前年的精英款，这帽子不便宜呢。这帽子是韩国马拉松，我遗憾的夺得了年龄组第4，差10几秒，我不知道。他当时跟大家分享了，完了以后在那个北海道北方的那个新干线上看到的，然后就买了，算是了个心愿，看了好几年了，老没货，从30刀一顶就在看，后来就开始涨价。哎呀，行吧，那今天就这么着。今天这6公里的预制跑的还可以，明天休息日之后，后天再进入赛前的倒数第2个周期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